好，咱们今天聊聊巴菲特1958年的股东信，尤其是投资逻辑。我觉得他的核心思想，内在价值、安全边际，忽略短期波动了，放到今天还是金科玉律。$50买进，内在价值$125，未来可能到$250，这不就是教科书级的价值投资吗？现在市场虽然复杂，但只要找到低估的优质公司，比如周期性行业里的被遗忘者，这策略依然管用。皇上你说的有道理，巴菲特的长线思维确实牛，尤其是复利效应。但你别忘了，他当年面对的是个慢节奏的传统经济，现在是2025年，科技股、平台公司满天飞，估值早就被市场预期炒到天上。Commonwealth 那样的机会，现在哪那么容易找？我觉得他的方法得升级，比如结合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或者看看日本商社、台积电这种新型现金流，不然你光守着老规矩，怕是错过太多新机会。得了吧，你们俩还在那儿抱着巴菲特的老黄历不放。我不否认他1958年的逻辑很漂亮，低估买入、安全边际都棒了，但放到今天，这市场早就不是那个慢悠悠的投票机了。算法交易 X 上的情绪热潮，黑天鹅事件，你告诉我，哪还有耐心等价值从50涨到250？看看特斯拉、SpaceX， 这些公司的价值根本不是靠财务报表算出来的，是技术突破和市场渗透率撑起来的。巴菲特要是还用老一套，20年前就错过谷歌了。贵妃，你这话有点偏激。巴菲特从来不否认好公司的价值，他只是要以合理的价格买。特斯拉这种高估值，他避开不是因为看不懂，而是因为没安全边际。你说的技术突破是对，但多少 AI、区块链公司最后血本无归。巴菲特的方法是保护我们不被市场情绪忽悠，像2008年次贷危机那样的黑池，他都能全身而退。你那激进玩法，风险回报比真的划算吗？皇上说的没错，安全边际是王道，尤其市场恐慌时能救命。但贵妃也有她的点，现在的市场节奏太快，巴菲特那种坐等价值回归确实有点慢。我看他近年操作，比如减持苹果、增持日本商社，其实已经在变通了。他不是不懂科技，是挑现金流稳的买，像苹果生态系统、微软云服务这种有护城河的。你俩别光炒老理论，现代投资者得灵活点，既要安全边际，也得抓住科技趋势。灵活？唐僧，你这叫骑墙派。巴菲特减持苹果是因为市盈率30倍太贵，但他错过了特斯拉从300涨到3000的过程。你说现金流稳，可亚马逊早期哪来的现金流？全靠贝索斯的战略眼光撑着。巴菲特那套保守估值，根本抓不住这种颠覆性机会。我说，咱们得用数据驱动的前瞻性分析，比如 X 上的实时讨论就能挖出下一匹黑马。别老想着防御，得拥抱点可控冒险。贵妃，你这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亚马逊、特斯拉是成功了，可失败的初创公司有多少？90%都倒下了。巴菲特不追高，不是他不懂冒险，是他知道资本保护比什么都重要。1958年他说永远不要亏损，这话到今天也没过时。市场亢奋的时候，像你这样追风口的，最后不都成了浮躁人群接盘侠？我还是那句话，低估买入，专注基本面，管理层靠谱，这才是长赢之道。皇上，你的稳健我欣赏，
但贵妃说的也有道理，现代市场不能光守株待兔。我看巴菲特自己也在调整，比如他搞套利。此处唐僧没有正确发音，我说下这个专有名词的意思。Workout 套利是巴菲特使用的一种投资策略。Workout 通常涉及对一些特殊情况的投资，比如企业重组、并购、破产清算等事件中蕴含的投资机会。通过深入分析这些事件的发展逻辑和潜在价值，巴菲特及其团队试图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较为确定的收益。这种套利策略需要对相关企业的财务状况、法律条款、行业动态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精准的判断，以把握其中的价值错配机会，在风险相对可控的前提下获取利润。与传统的长期价值投资不同， Workout 套利更侧重于特定事件驱动的短期至中期投资机会，而且它套利获得的营收占比极高，后面我会分析给大家。市场高估时锁定利润，这不就是动态平衡吗？我建议咱们学它一半，另一半加点新东西，核心仓位放稳定资产，像公用事业，卫星仓位投点高增长，比如皇上爱芯片、核聚变，既守住安全，又不失机会。动态平衡听起来不错，可巴菲特要是真信这套，他早该投 SpaceX 了。他的原则在传统行业还能玩，在量子计算、Web3 这种新战场完全跟不上趟。我说白了吧，今天的市场是块鱼吃鳗鱼，你不主动抓趋势，就等着被淘汰。爱你爱守旧，比你想两头讨好。我就是要激进点，赌一把大的，插上热议的 Web3 项目，我已经盯上了。贵妃，你这是赌博，不是投资。巴菲特说过，投资是放弃今天的消费换未来的回报，不是扔骰子赌明天。他挑卡门木皇上的管理层，就是因为信任他们的稳健和股东友好。你赌 Web3， 管理层是谁？社区驱动的项目，连个负责人都不清楚，风险你扛得住吗？我还是信巴菲特，文化稳健，管理靠谱的企业才能扛过周期。好了，你们俩一个太稳，一个太莽，吵得我头晕。我看这样，巴菲特的内核、护城河、现金流、管理层，咱们都认，然后加点现代威尔。科技股挑现金流强的，波动时逆向操作，再挖点 X 上的新机会，三管齐下，既不失老智慧，也不丢新风口，怎么样？凑合吧，唐僧，你这中庸之道我忍了。不过我还是要说，2025年不是1958年，巴菲特活到现在，也得改改他的剧本了。他改不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基本面和耐心永远不过时。咱们走着瞧吧。下面我会将1958年巴菲特致合伙人的信的原文读给大家，请大家欣赏来自1958年的来信。1958年股票市场的总体情况。一个运作中等规模投资信托的朋友最近写道，浮躁易变的情绪是美国人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特征造就了1958年股票市场。1958年的股票市场，用亢奋这一词形容最合适。我觉得这句话无论从业余角度还是专业角度，很好地概括了主导1958年股票市场的心理变化。在过去的一年中，几乎所有的理由都被找出来，以证明市场是可投资的。无疑，相对于以前的若干年，现在的投资者队伍中充斥了更多的浮躁人群。他们持有股票的时间取决于他们这样的想法：多长时间内企业利润可以快速且毫不费力地实现。越来越多的此种人群加入投资大军，股票价格不断地被抬高。虽然不太可能预测这种现象会持续多长时间，但是我相信这些人群造访的时间越长，他们退出的动能也会越大。我无异于预测股票市场，我主要的精力是寻找被低估的证券。公众普遍相信，他们一定可以从股票投资中获利。然而，我深信这种信仰将最终导致麻烦。如果发生，证券价格也将无可避免会受到实质影响。1958年的经营结果，在我去年的信中，我曾写道：我们的业绩相对而言
可能熊市中表现比牛市中表现更好。因此，能有以上的结果，主要还是我们处在应当表现相对好的一年。如果哪一年市场总体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能够赶上平均水平，我就已经非常满意了。后句正巧是对1958年这一年的描述，我的预测成为了现实。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435点上升到583点，再加上20个点的红利，总体收益水平是 38.5%。整年运作的5个合伙企业获得了比 38.5% 略高的平均收益率。1957年底至1958年底的一年时间中，他们以市场价值计算的收益率在 36.7% 至 46.2% 之间。考虑到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资产已经且仍然投资于从快速上涨的市场得益甚少的证券之中，我相信这些结果是相当好的。我仍然预测我们的投资结果在下跌或盘整的市场中将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上升的市场中，我们所能做的仅是跟上。一个典型的状况。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操作方法，我想我最好回顾一下1958年具体运作。去年我提到我们最大持股约占我们各个合伙人企业资产的 10% 到 20%。我得指出，我非常乐意这只股票的价格是下跌的，或者是保持稳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更大的头寸。正是这个原因，这只股票也许会在牛市中拖累我们的相对表现。这只股票是位于新泽西的 Commonwealth Trust Co. of Union City。我们开始购买这只股票时，保守计算，它的内在价值是每股125美元。然而，尽管每股收益达到10元，它却有充分理由没有做任何现金分红。其中最大的理由是其被压低的价格仅有每股50元。我们拥有一个管理良好并且具有较强盈利能力的银行，但是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管理层对我们这些新股东很友好，该笔投资最终损失的可能性很小。Commonwealth Trust Co. of Union City 的 25.5% 的股权由一家大银行持有。Commonwealth 拥有资产约达5000万美元，约为第一国民银行或位于奥马哈的美国国民银行的一半。这家大银行一直想对 Commonwealth Trust Co. of Union City 进行合并，出于个人的原因，该并购一直被阻止。但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况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此，我们有了这样的良好组合。很强的防御性特征，建立在一个步伐上的优良稳定价值。尽管可能是1年或10年，但是这个价值最终释放。如果后者属实，其价值大概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即每股250美元。1年多以来，我们成功地获得了 Commonwealth 约 12% 的股权，平均成本约在每股51美元左右。很明显，我们具有保持股价不动而增持股票的优势。我们所持股份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而增长，尤其是我们成为第2大股东后，就具有足够的投票权，以就合并事宜提供征询建议。Commonwealth 大约只有300名股东，平均每月约有2个交易商，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这部分股权从快速上涨的市场得益甚少了。不幸的是，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些竞价对手，他们将股价抬高到65美元，而我们既不是买家，也不是卖家。对于一个并不活跃的股票，很少的购买单子就有可以创造价格如此的较大变动，这就解释这样一个重要性：我们投资组合中的持股不能做任何遗漏。年底，我们成功的找到了一笔特殊的交易，这笔交易可以使我们以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价格收购而成为最大的股东，所以我们以每股80元的价格售出 Commonwealth 的股份。与此同时，市场交易的价格大约打了 20% 的折扣。显而易见，我们还可以在50元左右的价格耐心的积少成多的收集股票。虽然我们相对市场的业绩表现可能因此而不太好看，但是我仍将很高兴地进行这一项目。一旦 Commonwealth 实现了利润的大幅增长，我们将变得十分富有。因此，当我们基于业绩的长期结果而估计时，我们的业绩表现在任何一个单一年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我认为投资这样一个低估且又很好保护的项目，是获得证券长期收益的可靠手段。我可能提到，在80元左右收购的买家，多年后也将做得不错。毕竟，80元相对于内在价值135元而言的低估程度，与50美元相对内在价值125元的低估程度比较是不同的。在我看来，我们的资金应当在更好的形势下动作，所以决定以80元卖出，再以50元慢慢收集。这种新的动作力度要稍微大一点，
Commonwealth 占我们合伙企业的资金总量达到了25%左右。它的低估程度并不比我们现在持有的证券低估程度大多少，但是由于我们是最大的股东之一，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更快地修正低估状态。正是因为这一特别的持股，我们确信在我们持股期间内，我们的业绩一定会优于道琼斯指数。现状，股指越高，被低估的证券就越少。我越来越感觉很难找到足够数量的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我宁愿增加我们的 workout 的比例，但很难找到正确的时间。因此，尽可能的，我试图通过在几个低估的证券上获得较大仓位，以创造获利了结。这种政策将会导致实现我早先预期熊市或盘整中业绩高于平均水平，牛市中业绩处于一般水平。我希望基于这样的基础被评价。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随时提问。沃伦·巴菲特，1959年2月11日